沈伯洋这个家伙，我们已经讲过2期了。今天我们来再深扒一下沈伯洋。那为了方便新来的朋友啊，深扒之前我大概把之前的事说下。10月28号呢，重庆市公安局点名道姓，说要坚决打击一个叫沈伯洋的台独顽固分子。为啥呀？说他搞了个什么黑熊学院，在那儿搞分裂国家的犯罪行动。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以前咱们是列清单制裁，那是在点名批评。现在呢，立案侦查。专家说了啊，这叫依法惩毒，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司法程序了。这个消息一出呢，岛内也炸锅了，大家都在议论啊，说这个沈伯洋啊，他后半辈子恐怕都只能龟缩在岛内了。他以后但凡敢踏出岛外一步啊，管你是去旅游还是去开会，只要那个国家跟咱们有引渡条约，嗖一下就可能被引渡回中国大陆了，接受审判。那被这个重庆公安这么一点名啊，这个沈伯洋是啥反应啊？他一开始还是故作镇定，哼，没在怕的啦。哎呦喂，这虚张声势的样啊！但是他真的就不怕吗？咱们来看他背地里都干了啥。那他要是不怕，他干嘛着急忙慌的跑去找台湾省部门求助啊？他问啊，你们快帮我看看啊，我怎么样才能避免被中方引渡啊？哎，你瞧瞧，这不就是怂了吗？而且民进党里头啊，还不止他一个人怕，这一帮人都在那儿合计啊，说赶紧给咱们弄一份误入国家清单，生怕哪天一落地啊，被其他国家打包遣送回大陆了。那咱就纳闷了啊，这第一个中大奖的沈伯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值得咱们对他立案侦查？今天啊，我就跟您聊聊啊。1982年6月7号，沈伯洋出生在台湾省的台北市。哎，你别说啊，按照咱世俗的眼光啊，这个家伙绝对是别人家的孩子。虽然听说是性格顽劣，但是架不住人家成绩好啊。这家里呢，老爹是经商的，家境不错。从小读的就是那种被称为贵族学校的台北复兴系私立学校，然后是顺风顺水考上台湾大学的法律系，本科毕业。他又考上了台北法律研究所的硕士。然后呢，重点来了，他出毛病了。字面意义上的啊，这个家伙自个儿说，他在台大读研的时候，研究什么女性主义啊、监狱学呀、性格大变，得了一种病，啥病呢？想要探求正义的病。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这病可真台湾小确幸啊，咱普通人可得不起这病。于是乎，他中学时的律师梦也不要了，跑去干了6年的法考讲师，那攒够了学费啊，跑到美国留学去了。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了个法学硕士，又跑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修了个法学博士，金光闪闪，对吧？2017年呢，这个家伙35岁，回台湾了，成了台大犯罪学研究所的助理教授，主攻白领犯罪。很多宣传里啊，他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舍弃美国教职，归来拯救台湾社会的精英形象。呸！可是他回到台湾后呢，在法学领域啊毫无建树。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个籍籍无名的犯罪学副教授。那眼看着在这个学术上混不出头了，这个沈伯洋呢，给自己找了条新赛道。啥赛道呢？投奔岛内绿营，充当反中保台急先锋。从2018年起啊，你猜怎么着？他的研究方向啪的一个180度急转弯，法学、犯罪学不搞了，他开始研究啥呢？所谓大陆对台湾的资讯战及认知战。哎呀，台湾好危险呀！大陆的认知战好可怕呀！天天上媒体写文章就炒作这个。也就是这一年啊，他正式踏入政坛，被台当局党产会主委林峰正钦点，成了最年轻委员。这个党产会啊，按规定啊，你任内是不能参与政党活动的。可是这林峰正呢，就罩着他呀。这沈伯洋跑去参加绿营、激进党、民进党的活动，违规。但是林峰正就是当看不见。这林峰正最后被骂的没办法了，自己都退党了，还得替沈伯洋辩护，说啥？哎呀，他是以学者的身份出席啦，不能算立场偏颇啦。哎，你听听，你听听。这个沈伯洋呢，跟绿党的勾搭其实更早，在2014年，他还在美国读博士呢，就给这个蔡英文的小英教育基金会那个想想论坛写文章了。那个时候啊，就支持民进党所谓的转型正义。等他步入政坛啊，那就更加明目张胆了。2019年，跟这个民进党立委合伙，推动所谓的中共代理人法案。同年成立一个台湾民主实验室，抛着什么中国大陆影响力指数，抹黑咱们，制造两岸对立。一个跟他共事过的学者都看不下去了啊，说这沈伯洋啊，特别善于用法律术语给台独主张涂脂抹粉。那这种伪装啊，更具欺骗性。看明白没？
高知台独啊，就是他这种交了这么多的投名状，那必须得升官啊。2021年呢，大名鼎鼎的黑熊学院成立了。2023年啊，他被台独头子赖清德看上，提名当了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哎，这人啊，为了表忠心啊，那叫一个毫无底线，连他母亲的葬礼啊，都被他拿来政治作秀。哎，你敢信？他在这个灵堂门口摆个牌子，写着禁止国民党和民众党烧香。他还声称啊，他母亲临终前最后一刻啊，还在关心民进党搞的大罢免。你说这都是什么人啊？要说这沈博阳的打手身份啊，去年5月有件事啊，那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当时台立法机构吵架，吵的是不可开交，国民党、民众党对民进党啊，几次都快全武行了。那就在这时呢，同党的立委王定宇啊，这个人呢也是上了台独清单的，在后面就怂恿沈博阳，博阳冲啊，踩着我们的背进去。咱们这位沈战神呢，闪亮登场啊！他试图翻越国民党立委组成的人墙，冲击议场，奈何呢技艺不精，当场被人家掀翻在地。闹剧的最后呢，就是他被紧急送医收场。这事儿还有个插曲，事后呢，这个民进党炮轰国民党杀人未遂，国民党火速放出视频，真相大白啊！原来是民进党的王定宇啊，在后头大喊：“我们的背进去，踩我们的背进去，踩我们的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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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踩我们的背，踩我们的背，踩我们的背进去，踩我们的背，踩我们的背进去。”这不就是典型的死道友不死贫道吗？岛内那个阴间论坛 PTT 啊，瞬间就被一句话刷屏了。还得是王定宇这种老江湖啊，躲在后方喊打喊杀，到了关键时候呢，就把这个年轻人推到前面冲。所以你看，所谓的抗中保台啊，不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吗？好，咱们说回正题。沈博阳40岁前啊，就是个路人甲，他从政时间这么短，怎么就能平步青云呢？有这个学者就想不通啊，哎，这个人没有学术成就，没有什么知名度，怎么就突然崛起了呢？这实在可疑，疑点在哪儿呢？在钱。他一个大学副教授，薪水能有多少？他哪来的钱呀？创立和维持好几个组织啊，又是民主实验室啦，又是黑熊学院的，这不扒不知道啊，一扒吓一跳。线索指向了背后的关键，美国势力。他那个什么台湾民主实验室啊，被爆出来5年内收了新台币4425万。有台媒记者爆料，美国那个富豪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秘密给沈博阳相关的3个组织注入了高达184万美元。那沈博阳呢，百般狡辩，哎呀，那是私人基金会啦，和美国政府无关啦。这索罗斯听了都得笑出声啊，打脸来得飞快。哎，你不是说没拿过美国政府的钱吗？岛内的网民直接甩出美国政府网站的记录，台湾民主实验室啊，在2021年到2024年先后4次直接收取美国国务院的资助，总共40.5万美元。那这回啊，沈博阳不吭声了，他开始转移话题，说我当时是民间学者啦，申请补助很正常啦。最直接的证据来了啊！2024年的5月，台湾民主实验室公开发文承认，从2020年开始啊，就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 NDI 密切合作。各位 ，NDI 是啥？它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的下属分支。NED 江湖人称第2中情局，专门干那些暗中颠覆他国政府啊、推动颜色革命的勾当。在香港修例风波中啊，NDI 和 NED 啊都已经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单了。这个沈博阳跟这种组织沆瀣一气，他是什么货色？这还不言而喻吗？哎，你以为这就完了？更逗的就来了啊！岛内名嘴唐湘龙有句话啊，总结的太精辟了：儿子赚美元，老子赚人民币。没错啊，这个天天妄称一切交流都是统战，把台商陆配都打成同路人的沈博阳，他自己的家族企业却在大陆发展。他爹沈土城经营的台湾兆易公司被这个港媒披露，2008年以来，这家公司的进口货源地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常年跟浙江、广东、福建的企业合作，干啥呢？倒爷从大陆采购纺织品、食材、自行车配件，然后转手销往厄瓜多尔，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这沈博阳是咋辩解的？哎呀，我爸的公司是做中南美洲贸易的啦，
被国民党逮着了，开记者会痛斥沈土城是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向大陆海关申请贸易许可的，累计达成 1.9 万多笔交易，总营业额17亿新台币，其中 75% 的营收均来自于大陆。那被抓个现行，这个沈博阳慌不择言啊，居然说他爸不是中国台商，是中南美台商。哎呦喂，这个词儿可真小众啊！这不就是典型的儿子在岛内搞台独，老子在大陆赚人民币吗？这两面人的嘴脸绝了！哦，对了啊，后来呢，大陆海关总署证实啊，这家台湾兆易公司已经废止其登记注册了。那这下呢，沈家的生意啊，应该不止损失一半了。求锤得锤！好，各位。重头戏来了，前面说的黑熊学院啊，这可是沈博阳分裂活动的核心平台，国台办盖章的暴力台独孵化基地。那这个玩意儿还是个家族企业啊，这个沈博阳自己任理事长，他老婆曾新慧啊任董事长兼常务监事，核心权力啊牢牢抓在一家人手里。那么这个黑熊学院究竟教些啥？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亲子活动的幌子，听着是挺唬人的呀。实际行动呢，就俩字儿：鬼扯、割韭菜、卖战争焦虑。哎，你比如啊，公开情报搜集课程，开价新台币4800，教啥呢？教你用网络搜关键词，通过照片定位。这玩意儿用你教吗？这不是白给钱吗？还有啊，基础营救护课，这学员就吐槽1000多块啊，全靠 PPT 和手册讲解步骤，这纸上谈兵啊，这是。还有更离谱的啊，种菜课，你没听错，教你种菜，轻松打造求生菜园，战士水电中断也能自给自足。这沈博阳被嘲笑了一整年民主菜农，是真的不冤啊。国民党的徐巧芯说得好，能不能种出菜不好说啊，被黑熊学院当成韭菜割倒是千真万确。但是你别光想这个事儿用心险恶啊，他们专门推出针对青少年的培训手册，现场最小的孩子啊，甚至只有10岁，这就是在兜售台独主张和仇中思想。哦，他们那个演训啊是笑话百出啊，什么把重伤患者按在树上做心肺复苏，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这黑熊学院的钱又是哪来的？那除了割韭菜啊，一台独富商曹兴诚投资了6亿新台币，二民进党当局赖清德的全社会防卫委员会，黑熊就是执行机构，拿了多少密件预算都藏着猫腻啊。三美国人啊，最具爆炸性的指控来了。今年3月啊，新党的侯汉廷公开了一段录音，是沈博阳2022年开内部会议的录音。这个沈博阳啊，亲口承认黑熊学院获得了美国在台协会一笔蛮重要的经费，钱是汇到我的个人账户上的。哎，你以为这就完了？录音里啊，还有一句惊人之语，沈博阳在会上脱口而出：如果中国的飞弹打过来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哎，这是人话吗？一个整天煽动战争、洗脑平民上战场当炮灰的人啊，他盼着飞弹打过来，好让他发财，好让他出名儿。这种渣子居然还在台湾社会兴风作浪。所以啊，咱们回到开头，现在呢，重庆公安一练，他慌了呀，他急了呀，嘴上说没在怕，扭头就去问怎么不被引渡。他这后半辈子啊，估计够呛。最好笑的呀是台湾网民的反应啊，这个沈博阳在那儿渲染威胁，这是杀鸡儆猴啦，每个台湾人都很危险啦。结果呢，底下人非常喜感的回了他一句：抓的只有你这个狗熊啦。黑熊变成狗熊，这说明啥？说明老百姓心里面啊都有杆秤。前台北副市长李永平都说了，整个台湾社会啊都在冷眼旁观沈博阳的下场，没有人有兴趣打仗。台湾民意啊没有比这冷眼旁观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了。大家看这种跳梁小丑啊，就跟看戏一样。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